Hello，大家好，今天是9月13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特斯拉三浪启动大涨，行情可能才刚刚开始 ，HMS 短线继续加速，上涨波段已经形成，一切都在按预期进行，而美股还在不断新高，不知道哪里才会到头。这个时候一定要学会设置移动止盈。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27期的视频。阿哲就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周复盘观点。第一部分呢，我们还是要讲一下有关于市场观察。那么通过对于指数的跟踪发现，我们这一波上涨基本上是没有太多的下车点啊，基本上是单边的持股。所以在这种行情之中呢，我们去寻找个股的做多机会，你会发现就会比之前调整震荡的时候会简单很多。所以指数的观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里真的会出现指数掉头的现象，那么很多个股要记得及时止盈。那么第2和第3部分，我们才来到个股的解析。那么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而后 HMS 还有 APP 这3只我们会继续讲解。第3部分我们会来到其余个股的一些简单分析。那么这一个行列当中的个股呢，阿哲平时也会做一些改变。如果您手中有一些需要阿哲去分析的标的，也可以在评论区写下来。阿哲在下期视频会酌情去考虑增加或删减。那今天我们会讲到的是英伟达、博通、AMD、Circle、Peer、TR、Cointer、阿斯麦、苹果、Meta、MSTR、谷歌、亚马逊、SMCI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新同学，阿哲需要做一个提醒，因为阿哲视频当中的标的覆盖的会比较多，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如果您不是对每一只标的都特别感兴趣，那么阿哲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在视频底下这一个三角的地方点开之后啊，你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的内容，阿哲都标记了对应时间，您点击对应时间会快速跳转到对应的内容，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部分，就是市场当中的指数分析。阿哲要讲一个交错变盘，如何用 K 线去识别变盘点的技巧。如果您是老同学，那么这一部分应该学过，可以跳到下一部分。新同学可以认真听了。我们在之前讲过决策假阴线，当市场出现假阴时，那你看一下它下一根 K 线，或者说看到后续，只要后续的 K 线它不是收阴线跌破它的实体下沿，那基本上行情就还处于上涨。包括这一根也是假阴线，是吧？好，我们看到第2根 K 线，它的收阳直接覆盖了这根 K 线，所以依旧呢是看涨的。所以通过 K 线来跟踪短期走势是完全没有太多的问题。像前期这里啊，有假阴线出现之后，后续没有收阳超过它的实体，而是收阴跌破它的实体，所以价格呢有风险，要小心。我们通过决策假阴可以把握很多短线的拐点以及持续的位置。那今天阿哲所要新分享的这个交错变盘，也同样是用 K 线来去分析。那么它的一个变盘识别特别简单，你只要能够看懂这个 K 线颜色就行。我们简单举一些例子。目前大家所看到的啊，就是纳指指数的日线图表。我们所谓的 K 线交错变盘，就是只看颜色识别变盘走势。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这一波股价上涨当中，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价格的 K 线啊会有阳线和阴线，也就是红色和绿色，并且这波走势它是不断的交错运行，它不是说连续的阳线亦或者是连续的阴线，它是有一根阴线后阳线、阴线后阳线这种交错的走势。而变盘 K 线呢，就往往在这种平衡的颜色当中去产生。当市场出现了4根 K 线，并且颜色都不同并不连续的情况下，你可以用这个方法。而后续是不是它保持这种颜色的不同步，一直到什么时候结束啊？而后在这一根 K 线和前面这个低点的 K 线之中呢，每天都是交错的。它昨天是阳，今天就会是阴；昨天颜色是绿，今天就会是红。所以这就是一个颜色的平衡。到了这一天就不一样了。本来按照规律来讲，这一天应该是一根阳 K 线，或者说它应该是一个绿色 K 线，但却是一根红 K 线，所以这一天就构成了连续2阴。那么这就是变盘点。好，后续变盘产生低点，而我们的买点啊，一般呢是突破它的高点，确定变盘是向上的，这是一个变盘交错的识别。同时，你看前方这里也有，这一天是一个阳线、阴线、阳线、阴线，是不是4根 K 线都是交错的颜色？而这一天还是阳线，没有变盘，还是阴线啊，没有变盘，阳线这里也没变盘，所以这几根 K 线
都是交错进行，直到这一天它是一根绿色的 K 线，跟昨天相同了，那么就是变盘。变盘的高点没能被突破，而它的低点是被跌破的，所以这个方向小心选择向下。我们再看到当前的行情，这一波股价的一个上涨，从这一根阴线开始，阴线、阳线、阴线、阳线，是不是4根 K 线构成了颜色的同步？然后这根 K 线构成了同色，它打破了规律，颜色在这里不再是交错，而是同色，所以这根 K 线的高低点作为核心关键，我们的移动止盈就可以通过这根 K 线来识别变盘。为什么要止盈？因为后续股价可能方向向下，所以我要去止盈。所以这个地方呢，如果收阴线，最好是实体阴线，不要长下影啊，收阴线跌破它的低点，那么方向有机会转变向下，这个时候开始要对待风险，要有所减仓，有所止盈，这是第一个我们所讲到的颜色变盘的技巧。以上就是第一部分我们所讲的交错变盘，另外一种 K 线颜色的使用技巧。那么希望它能够跟决策阴线一样，对您产生帮助。而第二部分，阿哲要讲一下有关浪形的空间，我们对于指数的空间再做一个提醒。那么观点呢，其实还是没有变的，我们只是在强调，纳指目前呢走一个5浪的上涨。那么这个5浪上涨呢，阿哲认为它已经走到了第5浪，并且寻求5浪高点。因为你会发现，从前面低点反弹以来，它没有出现过一次相对同级别的有效调整。那么这一波上涨一直呢是针对前期这个高点后的下跌的一波走势的扭转。很明显，它创了左边的一个高点，那么说明这一波股价呢，它已经远超过反弹的范畴，它可以当作是一个反转。但我们说过啊，市场它出现了新高后又新高，它属于上升趋势，但上升趋势就一定不会结束吗？它新高之后就不会见高点吗？也不是的。如果股价后续当某一次的再次新高时，它走的范围或走的距离偏短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后续再次的回落和转向。我们说过，这种叫做趋势发生延续时，它的一种无力衰竭的动作。而这一波股价的上涨，是因为前期大幅的下跌而后产生的超跌反弹和目前的延续上升。而如果要去脱离这种无力的判定，它需要一定要去突破一个点，就是22,275.2这个点位，只要能够强力突破，那么它将会说明这一波的上涨针对于前期的下跌来讲是强的。那么这波强势将会延续趋势，后续哪怕再出现 ABC 的调整，有效调整，它后续再次新高的概率也是极大的，所以上涨空间是很难去判定的。但假如它连这一个点位都无法去有效突破，那后续回落之后，它其实也是有机会去说明这一波上涨是无力的，只是感觉很强，那是因为前面跌得多，所以这一波才感觉很强。但对于一个趋势来讲，新高之后走的距离它是远远不够的。那么这也是我们在近期要去关注的，就是22,275.2它的压力反馈，目前呢在临近，在靠近，它这一波的目标呢就是往这一个方向去靠的，在这一个目标位附近所产生的反应很关键，如果它没有碰到它，就立马产生5浪的高点，后续产生 ABC 的调整，这是很危险的一种走势。因为它有可能让市场的上涨识别为弱势，而后下跌转为下降趋势，而只要能够碰到这个价位，哪怕不突破啊，只要是碰到，那么后续的下跌哪怕再怎么样，最多就把这一波上涨变成一个横盘震荡而已。这是阿哲呢对于指数相对波段或者说中长线的一个判定，有一个关键价位目前在靠近，你需要去验证这个压力位的反馈。如果能够很明确的强阳突破，那基本上后市的空间，阿哲觉得很难看到一个中短期的头部。而只要能够突破这个价位，那么后面的调整调得越狠，那么将越是一个大的买进机会。以上就是阿哲对于 K 线和浪形方面的一个观点的判定和继续的一个重申。那么希望这2个观点能够对您在中线、短线、中长线上有所帮助。如果您是老同学或者说财生同学，那么听到这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点上您照常的一个小红心、小爱心。而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宽裕，那么阿哲也希望您能够顺手在视频底下留下您宝贵的评论，以后只是建议或者说是下期想让阿哲去分析的标的，那么感谢您的点赞、评论支持。而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那么阿哲同样也希望
在收听视频时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同时，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您就会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粉丝订阅观众，它会显示一个已订阅的按钮。那么已订阅的下方呢有一个铃铛，您只要把这个铃铛点开，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期公开的直播视频和观点，您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阿哲和频道的通知，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技术分析的讲解和知识分享。同时，订阅粉丝同学呢也有福利可以领取，阿哲稍后会告诉大家具体有哪些福利是点击订阅之后您可以去享受到的。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小节，就是日内撑压红绿灯的判定。通过这个日内撑压的分析，我们知道每天短线上要关注哪些支撑和压力位，而正是通过日内撑压的分析，我们可以从这个低位看涨拿到现在，并且还未触发卖出的提醒。所以红绿灯呢，我们每天都会去看。而后每一只个股标的不只是指数，阿哲也会去分享到他们在下周周一你要关注的日内撑压。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图板，在这个图板当中，你可以看到纳指的图表，以及左侧呢是阿哲美股盘前所发布的一条信息，也是一个盘前广播。您只要是粉丝订阅同学，特别是今天刚订阅同学，那么您就可以未来1个月内都可以免费收到每天的美股盘前提醒。阿哲一般呢会给到的是指数的分析和短线波段个股方面的分析，那么这些呢都会每天盘前更新，会比阿哲视频更加及时一点。我们看到下方的第3部分呢，就是有关我们指数的点位的预测了。同时呢，也有特斯拉和英伟达的标的，当后续呢可能会把英伟达的个股剔除掉，我们换成其他关注的个股，那也是可以的。那怎么样用这个点位去跟踪短线的趋势呢？我们一般是看一下当天的收盘价格。当收盘价格呢能够突破阿哲给到日内盘中的压力时，那就说明股价的多头是很强势的，短线不用担心，依旧看涨。如果收盘价跌破低点支撑，那么就要小心了，说明空方反扑这一个调整力度是有所危机的，你要小心短线的转势。那么根据这一个逻辑，阿哲也把它写成了一个指标，一个系统叫红绿灯。当市场出现的是什么？出现的是一个绿色 K 线时，说明股价的收盘价是突破了预测的高点，那么当天多头强。反之红灯就是跌破支撑，属于空方强势。那只要市场是保持绿灯，保持上行，没有红灯出现，那就没有风险。当然有些风险呢不是用红灯单纯去把握，我们通过黄色 K 线也会去识别到风险。黄 K 产生是阿哲交易系统当中一种风险提醒信号，是一种波段高点产生的可能。当时在这里我们也是用它去逃过顶，我们当时也是在行情视频盘前广播有提到这种黄色的 K 线。像昨天阿哲也提到了目前的日线它呢也是进入到了黄 K 基本每次出现都会提醒。而价格只要是绿灯，那就是一个机会。那绿灯产生了，绿灯延续了，那有时候没有黄 K， 那你可以用红灯。那么红灯和黄 K 都属于风险信号，那么这里呢是不是也能够逃过一次比较明显的调整？好，那再次的用一个红灯转为绿灯，你可以再次看涨。那只要后续保持绿灯没有红灯，那基本上从短线日线来讲，它是没有太多的风险，调整都是正常的。而我们看到当下市场呢又进入到了一个黄色 K 线，黄 K 是风险的提醒。那这一天出现了，它怎么去判定就是它的实体不要被跌破，因为它的影线很长，所以看实体。好，这一天黄 K， 那么我们的止盈点移到这个低点。好，这里又是黄 K， 止盈点再移到这里，这是黄 K 的风险识别。那么通过红绿灯呢，你要看一下下周周一的2个关键价位，高点的压力是22,237.09。而低点的支撑呢是22,086.36，那么这2个价位就是下周周一的预测高点和预测低点。如果在下周周一出现收盘价跌破预测低点，那么它也很大概率会跌破黄 K， 那么这种黄 K 加红灯的风险共振释放的情况下，再加上它是一个什么 K 线？变盘的 K 线，那么这种破位将会是极大的风险，你要注意了，这种拐点产生时很容易就是大概率的高风险拐点确认，而只有股价继续收盘在这之中，亦或者是之上，我们下周一才继续看涨。所以这是红绿灯给我们每天的提醒。您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那么基本每天盘前可以跟踪这个点位去识别指数的风险，很简单的一个信号，但阿哲觉得还是蛮管用的。这个红绿灯的指标，只要不是说急剧的震荡、大幅宽幅震荡，亦或者说窄幅震荡，除此之外，只要它略微有趋势，你都可以用它来跟踪，还是很 OK 的。
那么如果您是今天刚订阅的同学，您可能还不知道怎么去领取每天的盘前广播，那么阿哲教一下大家，您可以在视频底下点开一个评论区，在视频底下的评论区有一条置顶评论是阿哲呢所发布的，在评论当中呢有一条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是他的 Telegram， 那么你点击那条链接就可以立刻找到助教老师，而后您给他发送一个盘前这2个文字，那么助教老师就会告知您如何能够每天盘前领取到这一条福利了。那么有没有其他找到助教老师的方法呢？也是有的，您也可以看一下右上角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感叹号，点开之后也可以找到助教那这些方式都是一样的，您只要找到助教就可以跟他说一下您是订阅粉丝同学，您希望能拿到阿哲每天盘前的美股提示，也希望这个广播能够对订阅同学有所帮助，特别是新同学。那这里阿哲要再强调一点，就是我们的订阅福利呢不止一个，是有2个，这2重福利都是为了大家能够在订阅阿哲后能够立刻展开技术分析的学习和掌握更多的知识点。像第1重福利是我们的盘前的一个解读，盘前的一些观点，可以让你更加及时知道阿哲的看法，但只有这个还远远不够，因为你只能知道阿哲的看法，但你不知道阿哲的看法是如何而来，那么它也只是治标不治本，你一定要学会自己去分析。所以第2重福利呢，是阿哲会准备在给订阅粉丝同学专门的进阶知识分享和内部的直播课程，这呢是无法对外公开的，因为很多内容我们不会去公开去讲，您得要订阅之后找到助教老师报名参加，才能够听到那些课程，那些更加进阶的内容。而我们每周的课表都有所改变，那么像本周我们在9月16号开始到9月19号结束，那么这一周呢会有4节课程，我们讲一下主力资金操盘术，如何通过成交量量能去解密市场资金的异动，会讲到高量、倍量、周期量以及主力资金决胜千里。那么以上的知识点，阿哲认为如果您能够去掌握、去学习、认真的收听他的直播或者说回放都可以，那么他应该都不会比阿哲的盘前广播要差的，甚至呢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能够真正让你学会怎么样去看待市场，而不仅仅只是得到阿哲某一天的一个观点而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第2部分，第2部分呢会讲到市场的个股了。对于指数，第1部分我们讲的应该还算比较清楚了，短线风险和浪形空间的压力。那第2部分我们来到个股解析，在判定目前短线还没有明确风险提示之前，我们依旧以看涨的角度来看待目前的市场环境，那么就以做多为主。第1只标的呢是特斯拉，对于特斯拉的分析我们其实讲过很多次了，每次都讲到这个收敛形态之后的突破，而后做了2次回踩，那么这呢都是阿哲之前提醒过的，您可以在这里去布局一下有可能产生的三浪行情。为什么叫有可能呢？因为市场的行情它绝对不是100%会按照你的预期、你的偏见去走的。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说投资就是赌徒，有一定的道理，但阿哲也不是完全肯定的确认因为我们是有道理、有逻辑的去进行赌这一笔交易。所以之前的这种上涨，它形成的趋势，我们一般是在这种位置不断去找回调的买点，而最近的加速呢，属于符合预期，它真的在走一个可能发生的三浪行情。那么这里呢就是一个1浪上涨，这个复杂调整呢就是一个2浪的调整，而后目前是3浪启动，它突破左边5浪的高点是一个确定信号，目前突破之后它跑到了上方这个缺口附近，略微有点阻力，但阻力还不强，因为没有太多的上影线，还是高收 K 线，所以当下呢还无法确认这个缺口压力究竟有多大。而相对注意的就是以上的几个压力位，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前方之前下跌反弹2浪的高点它呢和这个5浪和这个4浪的高点是同样的重要，而后中间呢你要关注就是这个缺口这根 K 线了，它呢也是一个压力区间，所以从这里一波能够突破2浪高点的可能性，阿哲认为是比较小的，因为压力有点多，它肯定的需要不断的消化，不断的去再次的重振旗鼓才行。所以这里呢能够把这个缺口消化，这一波启动就很 OK 了，后续回调再消化上方的2个压力，阿哲觉得会更加的安全和健康。所以当下从波段的角度，波段只要一加速，你就要注意了，有可能就会见到高点波段一加速是容易见到高点的。这里的波段一加速，你这里呢可以持股待涨，等待明确的压力滞涨，但是你说在这里再去买，你只能做日内，只能做短线，你不能够再轻易的去加重仓去在这里去追。更多的波段交易点应该是回调之后找买点，
就类似于之前这些位置啊，回调之后找买点。好，那目前呢，我们看一下短线如果回调哪里可以去找买点，我们看一下它的资金和动能方面。现在我们看到是特斯拉的一个图表，在特斯拉的日线上，你会发现飘带呢在不断的变宽，在往上发散。我们之前是不是通过这一个紫色飘带判定了它进入到一个多头的周期？那么这种飘带运行中，说明上升趋势已经形成。而这种上升趋势下，股价的往下回调，只要不去跌破飘带，或者说不飘带转变颜色，那么整体的上升趋势是没有问题的。而你会发现，在调整当中，多方在逐渐变强，从一开始跌破飘带，到后面呢不跌破飘带，到这里呢不触碰飘带，所以整体呢有多头走势加速的状态。我们在上期视频才会讲到，它有机会蓄势待发，所以要去注意这个地方所产生的任何的绿灯以及买点的突破。好，那么在突破之后，股价走出加速，目前进入到一个黄色 K 线，它也是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我们的一个判断，就是目前你去再做再去买，短线是很风险的。因为黄灯出现、黄 K 出现的时候呢，它是有风险高点的提醒，而这里它有可能还会延续上涨，因为动能很强，它不一定会立马下跌，但后续只要出现更短的 K 线、更短的实体阳线，它的风险是在急剧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是不能追的。我们更多的是等待它回调的时候，飘带的靠近，然后呢去往下寻找支撑，去把它再次接回来。这种走势才是一个波段的正常的运行。而你说会不会它一直往上冲，就直接新高，直接跑到400多了？不太现实，因为真的走波段，它就不会这么去走啊，除非它真的就短线走完啊，就见到高点了，就做了一个诱多行为啊，那种有可能。但正常如果是走一个健康良好的波段，它会给到你2、3次机会去买到它，它不会说啊一次单边上涨就结束了。那如果一次单边上涨就结束了，它不是伤了，它就是一个反弹而已。而目前的走势目标在哪里呢？阿哲认为空间上你还可以怎么去看啊？就是前面这里我们说它是一个类似三角形的一个收敛。好，那这种情况下，如果突破往上看目标，正常应该是看它的1倍空间左右才对。所以大家可以去测试一下，这个1倍空间大体也是在前高附近，大概呢是429啊，429附近应该就有了。也就是说，从1倍空间你可以找到那个压力，其实也在2浪反弹的这个空间附近。那目前呢是还有一定空间的，它是会直接加速走完，还是回调走趋势呢？我们需要根据后续的表现去看。而目前呢，它是走了一根强势的，或者说2根强势的阳线，把这个筹码密集区给突破掉了。所以至少上升趋势商量的启动，阿哲认为概率是极大的。所以我们可以一直保持跟踪啊，直到呢它再次给我们一次买进的机会。而目前呢，更多是想一下短线何时呢可以去落袋为安一次，而后再往后我们再回来去买。而当下呢还是一个绿灯 K 线，你要小心它出现的是黄 K 后的红灯。那么我们看一下红灯在下周一的判定，低点支撑是383.09，高点压力是409.54啊，关注这2个数值。如果下周一直接跌破383.09，直接红灯，直接是风险，直接看调整我们的一个飘带，但可能性不大啊，因为目前的 K 线是完全的实体阳线，继续上冲有惯性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以上就是特斯拉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 HMS 的空间层面其实没有太多好讲的啊，我们只能说呢它处于一个170均线附近，所以呢作为一个选股的观察，不管是特斯拉以及 APP 还是 HMCI 等个股，很多呢阿哲都是如此去选择的，就是170附近我们去寻找低位有补涨可能的标的。那么最近呢短线上确实出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上涨，那么它能不能够像前期这种走出这种凌厉的上涨，或者说大波段的上涨还不太确定，但是它的可能性在逐渐的放大，所以我们逐渐去跟踪它的趋势就行。我们说过很多次，趋势呢无法去完整的预测，但是我们可以逐渐去跟踪出来它的趋势波段。我们只要跟到一定程度，拿到我们所认知当中所理解到的一个价位就行了，而它究竟能够走多远，这其实不是重要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如何能够去跟踪它的一个趋势、资金和动能方面。这是 HMS 的图表，你会看到呢，它其实也走了一个黄色的 K 线，也就是说风险目前还是存在的。黄 K 一旦产生，它不一定会下跌啊，但是一旦出现，你就不要乱追了。而出现了任何风险信号，你要特别小心。像前面这里短期出现过黄 K 啊，不过它因为位置不算很高啊，所以当时我们看的是对于飘带的一个回调，它只要不跌破飘带170，基本上问题不大。
所以我们上期也讲过，只要出现绿灯 K 线啊，这个位置回调买就行了。好，你会看到目前是一个指标带的一个绿灯，而后再加一个黄 K， 因为它出现了2天略微加速的走势，所以当下呢它出现了这种阳线，而后是黄色 K 线是很正常的。但它一定会在这里立马调整吗？大概率是不会的。因为前面这种黄 K 调整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长上影线，本来就有调整的这种 K 线的信号，而目前这一个黄色 K 线呢，它是一个实体阳线，涨势还很强，你至少呢要等待 K 线出现滞涨现象啊，我们才去判定或许要调了。但只是黄 K 出现的时候呢，你尽可能不要乱追，或者说你买的仓位要小心了。像前方这里黄 K 实际也是实体阳，我们是第2天出现长上影线，你要开始小心，是吧？好，黄 K 是提醒，不是说你一遇到它一定要卖，这一点要注意了。好，我们看一下底下呢是一个飘带转指，然后170呢往上，两者之间离得还比较近，所以中线长线我们说还在低位，整体没有问题。回调一样的找飘带做止跌低吸即可，而目前你再去追涨就相对来讲有点鲁莽，会不会涨呢？不清楚，但是已经错过了比较好的买点。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52.875， 高点的压力是 58.555。 如果之前这里转绿灯没买进，那么现在呢你再买最好能够等待后续黄 K 消失调一调，在我们的指带附近去找买入机会，这是一个波段操作者相对比较安全的右侧买点，而不是在这里出现了突破加速啊去追去买。特别是指数目前也是一个黄 K， 并且是变盘 K 线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不要做这种追涨操作。以上呢是 HMS 我们的一个判定，目前大概率还是一个波段低位，我们更多寻找安全买点机会即可，不要随便买到波段高点之上。接下来我们看到 APP， 目前所看的是 APP 的一个图表， APP 走势呢还是很强的，这一个缺口刚开始还有点担心会不会跟前期这种缺口一样出现快速回补，那么可能就是裂口直接见到高点而后要调整了，而它这一次呢却并没有。在这种大幅的跳空之后，市场还保持一个惯性上升，我们说不建议追涨，而是找获利落袋的一个机会，它也没有给到太多的这种获利止盈的一个点位，一直保持上涨，所以就一直持股待涨。而在周线上它是一个黄色 K 线了，大家注意了，周线是黄灯，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周线黄灯如果出现破位的话是要特别注意的，特别小心的。而当线的日线呢不断的上行过程当中呢，你要注意最好不要出现一根反包的阴线，或者说有一根阴线连续吃掉昨天2到3根的这种阳线，这种 K 线不出现之前，我们就依旧保持上行啊，整体呢调整的力度就还能够去接受，当然你用红绿灯来去看也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方面，目前所看的是 APP 的一个图表，在 APP 走势当中，你会看到飘带呢也是从前期我们所观察时，它是一个170和飘带处于相对粘合的状态。那么这一个状态下呢，我们说很多时候啊，你要注意它可能是波段的一个低位的行情。那像 HMS 和特斯拉是不是也是从这种状态走出来的？那目前的这个飘带一直的往上去发散，那么从趋势交易结构当中，它是一个相对强势的健康的一个波段。那这种波段能不能持续多久呢？我们是无法去预知的，因为只要趋势还形成还存在，它可能一直会保持直到明确的趋势转向信号。那你会发现啊，这种下跌它如果真的往下调，也代表的是机会。像前期这种下调是吧，到飘带它止跌的都是机会，调到飘带附近止跌都是机会。而目前远离飘带，它总会往下调，那飘带附近依旧找支撑找买点即可。目前飘带的位置呢还在缺口这附近，所以这两者呢会产生一个比较强的支撑。这里要不要不调？如果调，那其实我们可以依旧找它的一个机会。飘带附近目前是 510.2 附近啊，跟缺口是差不多的。而后它还是绿灯，还没有转红灯，那么就依旧保持看涨。什么时候转红灯呢？我们看一下下周的一个预测值，低点支撑 577.055， 高点的压力是 592.82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是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那么第三部分的个股标的，我们可能讲的会更加快速和简洁一些，但同样也会给到日内的撑压点位和趋势的判定，希望对您能够一样产生帮助。那么第一只标的呢，我们来到英伟达的分析。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图表，那么英伟达的图表走势下，你会看到它的飘带啊是一个黄色的，之前的紫色飘带
走势下是一个波段的持续上行。我们说你很难通过一些价格的 K 线是红灯啊，或者说是一个单 K 反转、3K 反转来判定它的一个趋势会走势下跌。所以一波股价的紫色飘带走势下，你呢是不用去管太多这个红灯或者说这种强势的这种单 K 的调整，很多时候呢它可能就是对于飘带的一个回踩，而后再次给机会而已。那么唯有一些明确信号判定这个飘带可能会走势转弱，比如说低点的开始降低，高点反弹无法创新高，飘带呢转为这个黄色，而后开始滞涨。那么最近的英伟达呢是一次趋势自救行为，那么这一波反弹很强劲啊，并且出现了一个类似的倒行缺口，但是它不标准。那么在黄飘带之下出现这种上涨，我们一律呢先按反弹来对待，而市场唯有转为紫色飘带，我们趋势才回归上行。那么当下的黄带趋势下走出了一个反弹上行，但是对于飘带的上沿没有一个有效的突破，出现了冲高回落。好，这里是一个顶分型结构，但是分型后的调整呢不是很强势有点类似于运线或者说十日线。好，那么这种走势下，你要看一下飘带会不会产生支撑。如果飘带能够维持支撑，那么后续它一定会慢慢转为紫色。所以这里要防止有那么一根阴线下跌，把这个飘带下沿给跌破，那样的话呢，就完全判定反弹的结束。那么这个飘带的下沿是174.517，而如果这里被阴线实体跌破，那么就是风险。而假如能够在这里产生横盘不补缺口，那才有机会能够转势，才能够趋势自救回归多头。在此之前，不要随意加太多仓位去做多。而我们看到预测值目前还是一个绿灯所以还没有转红灯，调整力度呢都还不强。我们看一下价格走势，下周一的预测值是177.135作为预测低点，高点的预测值是179.28作为预测高点。这两个大家注意关注好它的一个突破还是跌破。突破的话呢，就有机会慢慢的往上继续运行，飘带才有机会转紫。如果跌破，那么红灯下这里的风险就特别大，因为它属于反弹，那么后续呢很大概率还会新低。以上是英伟达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 AVGO 博通。博通呢，它是为一个紫色飘带，前期呢略微差点转为了黄飘带，但是只是横了一段时间，又继续的启动。那么当下呢，它是处于一个红灯 K 线。我们说红灯 K 线在紫飘带的一个含义就是有机会股价会去回踩飘带，去给再次的波段买点。而目前又离飘带比较远所以这个红灯呢还是要小心它的调整可能的。目前呢走了一个运线的上破我们说过这种高位运线上破方向依旧是看涨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你的防守位应该是运线的高点。如果这一波回落的时候再往里面跌回到这个区间之内就是一个风险了，说明突破失败。目前还没有跌回来，所以整体按运线上破去做多的同学呢，一样还是能够看涨的，只是这一个红灯的产生意味这个 K 线的调整力度比较强。如果保持是红灯，就相对容易跌回到这个 K 线之内，所以这里最好在运线之上回踩时出现再一根绿灯，我们可以继续短线看涨，否则小心跌了回来，它继续维持对飘带的回调。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358.515，高点的压力是365.74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MD。AMD 呢，它比英伟达弱一些，因为它已经走出了连续的破低点和反弹呢无法见高点，所以它整体来讲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这种下跌走势而我们看到飘带上它无法站上，而后在下沿就不断的受阻，而后回落。最近呢是不是又出现了这种回落？只是它回落之后立马第二天又转为绿灯但整体因为有飘带原因所以这种绿灯呢作为买点的机会或者说它的概率就会低很多。一般我们最好是等待它的一个明确的信号，再去看多或者说看空。那么当下的走势有可能会在这里转为震荡，因为红绿灯的转势变得比较频繁，所以我们可以继续关注一下。但你说做空的同学在这里要小心了，因为之前我们说看空点是在这一根红灯 K 线，走了一波下跌之后转为绿灯，你应该是有所减仓反弹，在这里呢出现了再次的滞涨，在这种位置去开空也是可以的，但是防守位呢可以放在飘带的一个线。那么防守位呢，可以放在飘带它的一个下沿附近，再次站上就要注意了，有可能要往上冲。飘带的下沿目前是在160.279这里要关注。我们看到红绿灯走势，如果这一波反弹转为绿灯，再转为红灯，那么这里同样也是一个延续看空的点。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个预测值，低点支撑是156.745，
高点的压力呢是162.23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Circle 出现了一个强势反弹，但是反弹之后呢，进入到飘带啊，飘带呢它产生了一个压力的反馈，底下呢虽然有资金流进，而后也是低洼区，但还是一个飘带未转势之下呢，我们依旧只能说啊，先去布局啊，如果您是对它感兴趣啊，可以去做布局，但整体来讲会有一定难度，在这种黄飘带下，你的布局呢仓位是要少一点的，而且最好不要以追涨来做，而是等待回调来看。目前跟前面一样突破，但是呢前期是没有站稳，现在呢是站上去了，而我们要看到飘带产生支撑，而不能够重新跌落，所以飘带的下沿目前是123.734，这个价位如果跌破，它就说明突破失败，那要小心再次回落新低，所以以此作为支撑，而后看一下能不能对飘带上沿产生突破。那我们看一下，当下呢是绿灯转换之后维持绿灯啊，还没有出现红灯。如果这里出现红灯，就要小心；继续保持绿灯呢，就还是保持短线看涨，但只是先看反弹。我们看到预测的低点是119.71，预测的高点是130.11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皮尔提亚。皮尔提亚它也是在一个黄色飘带，那么这个黄色飘带下的上涨，我们说定为反弹。而目前它的反弹力度还比较强，它跟英伟达一样，反弹到了一个黄飘带的上沿附近，而且回踩时有了一点支撑，再次启动，所以当下来讲呢还不错，但它也进入到了一个黄 K。那这里我们就以飘带作为支撑，它只要不跌回来，就有机会重新转为止带。那么这一波下跌就只是调整，后续依旧能走趋势，但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之前，我们只能说先跟踪一下。这个飘带目前的下沿是163.022啊，这个作为近期的一个支撑，最好不要跌回来，跌回来就会相对弱一点。它只要往上保持，不管是震荡还是上涨，它的一个飘带呢就会开始收敛，而后转势。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个走势之下，这是一个反包的阳线，所以这个地方属于延续看涨没有问题。昨天呢为一个红灯，今天为绿灯啊，依旧呢转为看涨。昨天呢只是回调而已。那看到预测值，只要它保持绿灯，那么整体就还是正常的。低点的支撑是167.72，高点压力是175.24，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Coin 呢，它底下的一个飘带啊，就跟我们所说的，它只要站上飘带有一段时间就容易改变。当然 Coin 的改变呢不是因为强势反弹，而是因为它跌得太久了，底下呢以震荡的方式啊，就缓解了这种下跌趋势的一个强势，而后呢，飘带靠近收敛之后，它才选择突破，这种难度呢比较低一点。好，那么这一个位置呢，已经产生了趋势的改变啊，底下有个变字，它说明变成了紫色飘带了。那么目前回调时，它就能够产生一个支撑，这个支撑目前是在310.5附近啊，会有一个支撑。随着价格的走势发展，那么只要趋势是延续的，这个支撑就会慢慢变强。而目前从低位转为一个绿灯之后啊，它是持续绿灯的，只要这里不转为红灯，甚至呢都还没有开始对飘带做一个回调，我们整体还是比较看好它后续能够反转，因为目前已经有了反转的迹象。我们看到它的一个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316.575，高点的压力呢是326.265啊，我们可以关注这两个价位，当下的趋势整体还算 OK， 还是短期向上看。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TR 呢，它的飘带虽然依旧保持一个紫色，但是它开始跌破飘带。那跌破飘带呢，它不一定就会转为我们所说的一个黄带啊，不一定趋势就会转变，它只能说明这次调整已经涉及到了有可能砸盘的一个地步。好，那怎么样去知道啊，它这个位置有可能是砸盘还是趋势反转呢？很简单，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啊，就是如果发生跌破飘带的时候，你要关注一个信号，或者说关注一个时间。当跌破飘带时，如果能够产生2天以上啊，收盘价都在飘带之下，这个时候你要去小心，它有可能要转势。如果跌破飘带只是跌破1天，第2天站回来，跌破1天，第2天站回来，这些都只是正常的啊调整而已。好，跌破飘带跌破了第1天、第2天、第3、第4，好，有4天开始的时候，你要关注一下。首先跌破的这2天，它里面的最低价格，它应该不能被跌破。好，只要跌破后这2天的 K 线，它的最低价格你不被收盘跌破，后续呢就还是有再次站回来的机会，那趋势就还没有问题。那么现在也是如此的，跌破了第1根，好，那么接下来呢它就会有第2根 K 线。
那么第二根 K 线如果都不在这个飘带之下，那肯定呢不构成我们所说的趋势反转的可能了，它直接就被救回来了。那如果第二根 K 线收盘价还在这个飘带之下，好，那么我们要注意这2天内的低点不能被跌破，被跌破那就是一个风险，不跌破，那么往上站回飘带回归上行的一个可能性就大大增加，这种位置也很容易产生一些波段的低点，所以有时候跌破飘带不一定是风险，有时候也会绝处逢生。所以这里跌破第一根还好，第二根呢关注一下，2天之内低点不跌破还有得救，那就上升趋势还有得救。我们看一下这个预测值吧，低点的支撑是108，高点我们看一下预测的低点支撑就是 1.08.09， 高点的压力呢是 113.71 关注这2个数值。现在这股票我们再看到 Core位它的一个价格反弹跟上次呢差不多的强势，但是有点不一样了。上次反弹的时候，它的一个飘带虽然收窄，但是很难转为紫色。这一次反弹呢，它的飘带快速的收窄，那么有机会转为紫色。基本上哪怕这里是下跌的，大概率也能转为紫色。上一次的反弹底下呢是没有资金流进的，也不是低洼区。这一次呢有资金流进，有低洼，所以这波反弹我们要去严阵以待，有很大机会是趋势的转向，有机会是这一次回调时真正的一个回调低点了。目前在反弹当中出现了一个绿灯后转红灯说明出现了一个强烈反弹后短期有调整的需求，但这个调整呢，它连缺口都没有完全回补，是一根长线影线，说明这里的支撑很强。所以这一个红灯后调整大概率是以震荡来发生，再次出现绿灯，再次构成我们的一个买点。所以看一下绿灯 K 线怎么产生，低点支撑呢是 102.395， 高点的压力呢是 113.635 关注这2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阿斯麦，阿斯麦呢还是保持一个止飘带的一个上行，那止飘带上行当中它出现了一个连续的绿灯中间呢有一个红灯，这一天我们是不是说你要去开始止盈了，要落袋部分了？你会发现后面还上涨，那么前面卖是不是卖错了？阿哲认为也不算是卖错吧，因为只要有风险，你总去落袋是没有错的。前面这里是不是也是一个绿灯转红灯，也是个黄 K 消失跌破，是吧？这个位置你去落袋，是不是开始这波下跌，你就有更多的资金在低位去重新买进？所以这个地方的一次止盈是没有问题的。后面再次转绿灯，再次看涨呗。我们目前依旧是黄 K， 那如果出现黄 K 消失跌破，绿灯转红灯，就还是风险，依旧是一次获利兑现机会。目前还没出现，但是要注意了，有可能下周就出现了。这里看一下预测的低点是 810.085， 高点的压力是 819.565 关注这2个数值，跌破这个低点，周一将会是一个红灯。那么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苹果呢最近产生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反弹。我们说过刚才讲 TR 的时候也讲过，这一波下跌虽然跌破飘带，但是你要看一下跌破之后它的一个反应。如果跌破之后呢，立马第2天就站回来，这种就属于一种趋势的一个自救行为，而且成功了。那你看到底下呢有一个资金流出这是要小心的，这个是有资金开始在这里获利兑现了。但是它目前又有其他资金呢，可能去再次的流进去拯救一下这波趋势，能不能成功，无法去完全的判定吧。但至少把前方的缺口给补掉了，给吃掉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红灯转绿灯，就还是回归看涨，它是一个波段趋势止飘带的绿灯，所以可以看涨。那么当下的一个走势，你可以按缺口来去反手。如果正常回补的话，它不应该再跌破了。如果再来一根阴线跌破，甚至把飘带再跌破，那这里呢就是下跌反弹下跌，就还是有点风险，可能要去触及170。那么在此之前，我们还是以看涨来对待，等待市场的一个反馈。到目前呢，依旧是看涨的。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231.545， 高点压力是 237.035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Meta 呢是在一个黄色飘带中的一个反弹，反弹之下呢出现了一个黄 K， 而后跌破，目前下跌。而后这里的绿灯能够作为看涨点吗？一般在黄带当中出现了绿灯，特别是反弹后有风险调整时的绿灯，它跟止飘带的运作或跟止飘带的一个考虑就不太一样了。我们需要更加明确的股价上涨反包来去作为买点，而这种位置只能说飘带有支撑，还没有直接跌破。因为前面有黄 K， 这里再走绿灯，它的一个买点效果将会比纸带上的绿灯会差很多，所以不太建议呢在这里去进场。
啊，不是说不会涨，而是说这个位置只是一个弱支撑产生的绿灯。如果在这里看涨，相对来讲呢，有一定的风险性，所以突破黄 K 之后再看涨，一般会好一点。在弱势的市场，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749.675，高点的压力是763.48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现在股票我们再看到 MSTR 是也处于一种低洼区聚宝盆的位置，而后呢也是170和这个黄飘带呢相对靠近的地方，它有机会成为中长期的低位，但问题是它没有很明显的 K 线表达出上行，所以只能说技术面上位置偏低，但是没任何的资金流进的迹象啊。K 线上也是徘徊震荡，指数呢一直新高，它呢这里也没有出现类似于特斯拉 HIMS 那种长阳线，所以整体来讲呢，我们还是小心对待啊，不能够直接以此去判定去买进。在这种结构之下，你只能说小仓位先看着啊，看有没有机会走出来，但是它的概率性是越往后越小一点点啊，所以我们只能说小仓位去埋伏布局，但千万不能够放太多的仓位，甚至呢你可以先观望啊，等待明确的阳线产生时再去慢慢的考虑布局的一个情况。现在上方呢是强压力区啊，它呢跟特斯拉那种不一样啊，那种呢是价格在之上，它呢在之下啊，相对的强压力区。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329.52，高点的压力是338.0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谷歌，谷歌呢保持强势上涨，在前期的绿灯转红灯啊，以及呢持续的飘带当中，其实每一次回踩出现了这种红转绿啊，都是一个买点。那么当下呢，这里出现了绿灯后持续的上扬，而后啊，当下是3根10日星哈，有点风险，还是比较吓人的。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等一个右侧的红灯去止盈，也可以呢左侧止盈，等待回飘带再去买进也没问题。所以当下的走势，我们看一下什么时候会出现红灯呢？低点支撑239.94，高点压力是243.863啊。那么因为是做趋势的话呢，你等右侧啊也是 OK 的，等一个红灯，那么我们再去后续看一下飘带的支撑都没有问题。这是谷歌我们做趋势的一个分析，比较简单，因为它就是强趋势状态下啊，没有说很。所以操作呢，可能越简单会越好。你操作的太复杂，你说这里一旦出现一根阴线全卖了，那你低位的筹码啊全不要了吗？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除非飘带明确的被破坏啊，在此之前呢，我们最多就减仓，后续掉下来我们再去重新接回来就行。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亚马逊啊，整体的一个下跌，目前回到飘带附近有支撑，还没有出现破位。虽然说有资金流出的迹象，但是目前趋势还没有走坏啊，所以我们还不着急去看空，或者说呢整体去卖出筹码，趋势还是延续向上的。之前在震荡了一段时间后，目前呢有一个新高黄 K 在回落时没有跌破飘带，就还不算太严重。这里如果出现任何的绿灯 K 线，是重新可以构成波段买点的。我们看一下红绿灯的标记，低点支撑是224.97，高点压力呢是229.47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SMCI 啊，它呢就是跟 MSTR 有点类似啊，也是上方有压力，但好的是它出现了一根阳线啊，比较明显的阳线进入到了黄带，而后最近呢是突破黄带。目前虽然是以阴线的方式站上啊，但整体我们可以说它是绝世假阴线。后续呢，它底下的支撑大概是43.5附近的飘带支撑，还有170支撑，所以这里的支撑带还是比较多的。我们还是也可以看它作为趋势的一个走势运行，有机会要去回补上方的一个缺口。那么目前就等待，或者说目前呢，我们除了低位买进之后，在这里呢要找一些加仓机会，要么等回调飘带止跌去找买点，要么呢就等我们的追涨买点，比如说仿包这一根假阴线啊产生的买点。目前还是一个绿灯，就还是保持短线看涨。我们看下低点的支撑44.815，高点的压力47.18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就是9月13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观点，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